你想不想要一个可以随时放进口袋、带到任何电脑上都能用的 Windows 系统啊？今天我们就要来动手实现这个酷东西，打造一个专属于你的可携式 Windows To Go 随身碟。我们会用一个很有趣的方法，叫做雀巢鸠占，把一个超轻巧的 Tiny 11系统巧妙地塞进一个可开机的修复磁碟机里面。好，那整个流程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，但别担心，我们已经把它拆解成6个超简单的步骤了。首先，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雀巢鸠占到底是什么概念。接着，准备我们的巢，也就是 P 随身碟，然后为我们的主角 Tiny 11系统创建一个虚拟硬碟的家。再来制作系统映像档，把所有东西组合起来，最后写入最关键的启动资讯，就大功告成啦。所以呀，什么是雀巢鸠占？这个比喻其实超贴切的。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就像是把一只小小的杜鹃鸟，也就是我们轻量化的 Windows 系统，偷偷地放进一个现成的鸟巢，也就是那个可开机的修复磁碟机里。这样一来，我们就有一个伪装的超好的可携式系统了。简单来说， Windows To Go 就是让我们在 USB 随身碟上跑一个功能完完整整的 Windows。这代表什么？就代表说，你可以把你的桌面、你的档案、你常用的软体全部带着走。不管你到哪里，只要找到一台支援 UEFI 开机的电脑，插上去，开机就回到你最熟悉的工作环境了。好，概念都懂了，那我们就直接来动手吧。第一步，我们要来打造我们的鸟巢，也就是在 USB 随身碟上建立一个 P1，叫做预先安装环境，则可是我们整个可携式系统的一机哦。这个步骤超简单呢 ，Windows 自己就有内建工具可以搞定。首先，按下键盘上的 Win+R 键，输入 Recovery Drive 来打开它。接着，这边很重要哦，记得这个将系统档案备份到修复磁碟机的勾勾一定要取消掉，我们只需要一个干净的环境。然后选好你的 USB 随身碟，按下建立，等一下下，我们的巢就准备好啦。OK， 我们的巢准备好了，那接下来就要帮我们的主角，也就是 Tiny 11这个系统，准备一个舒适的家。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步，创建一个 VHD， 也就是虚拟硬碟，它会变成我们 Tiny 11系统的容器。接下来这个步骤呢，我们要用到命令提示字元，记得哦，一定要用系统管理员的身份来开，同时按下 Ctrl、Shift 跟 Enter 就行了，不然会没权限哦。打开之后，输入 This Part， 我们就要进入 Windows 的磁碟管理工具咯。好，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就输入画面上这串指令。我稍微解释一下，这就是在 C 槽底下一个叫 VHDS 的资料夹，建立一个叫做 WTG.VHDX 的虚拟磁碟。我们给它20GB， 而且是可扩充的，这样它一开始才不会占掉你太多硬碟空间。档案做好了，还没结束哦。接着要用 Select 指令选到它，然后用 Attach 指令把它挂载上来。做完这一步，你的电脑就会把它当成一颗真的硬碟了。那这个新的虚拟硬碟现在还空空的，所以我们要帮它做一个主要分割区，然后用 Format 指令把它快速格式化成 NTFS 格式，顺便帮它取个名字叫 WG。最后，我们用 Assign 这个指令，给它一个磁碟机代号。我们这边就用 W 好了，方便等一下辨认。好了之后，输入 Exit， 我们的 VHD 容器就大功告成啦。好，巢跟家都有了，那主角总该登场了吧？没错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制作我们这个轻巧又快速的作业系统 Tiny 11的 ISO 映像档。要制作 Tiny 11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准备2样东西。第一个是 GitHub 上的 Tiny 11 Builder 脚本，第二个就是微软官方原版的 Windows 11 ISO 档。在跑脚本之前哦，有个小前置作业，我们要先用系统管理员身份打开 PowerShell，
然后执行画面上这一行指令，这是在跟电脑说，嘿，等一下我要跑的这个脚本是安全的，请让我执行，这只对当前的视窗有效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，设定跑完之后，接下来就简单了，把下载的脚本解压缩，然后在 PowerShell 里面切换到那个资料夹，执行 tiny11maker.ps1。它会问你几个问题，像是你的 Windows ISO 挂在哪，还有你要用哪个版本，照着提示输入，然后就去泡杯咖啡吧。等它跑完，你就会得到一个干净利落的 tiny11.iso 档案咯。OK， 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所有的材料都备齐了，有 P1 随身碟这个槽，有 VHD 这个家，还有 Tiny11 这个主角。那现在就是把它们全部组装起来的时刻啦。这一步，我们要请出一个神器，叫做 Rufus。打开它之后要注意看哦。装置这边，我们要选的不是你的 USB 随身碟，而是我们刚刚做好的那个 VHD， 也就是 W 槽。然后开机模式选我们的 tiny11.iso。再来，最关键的一步，映像档选项这里一定要改成 Windows to Go， 然后按下执行，跳出来的视窗建议全部打勾就对了。等 Rufus 跑完，有个小动作千万别忘了，回到档案总管，对着 W 槽按右键，把它安全地退出。这个动作很重要哦，可以确保所有资料都写进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把这个装好系统的 VHD 档案塞进我们的 P1 随身碟呢？这时候就要靠 Disk Genius 这个工具了。打开它，选择你的 P 随身碟，然后调整分割区大小，在后面清出20G 的空间，把这个新空间格式化成 NTFS， 最后呢，就把我们那个 WTG-VHDS 档案直接复制贴上到这个新的分割区里，就搞定了。好，我们就差最后临门一脚了。最后一步，我们要开机进到 P1 环境，下达最后的咒语，告诉这个随身碟要怎么去启动我们藏在里面的 Windows to Go。好，现在直接重开机，然后记得要选择用我们刚刚做好的那只 USB 随身碟来开机哦。进到蓝色的修复画面之后，找到疑难排解，再进去选命令提示资源。是不是很熟悉的画面？没错，我们又回到 Disk Part 了。进来之后，一样我们要先选到我们的 VHD 档案，然后把它挂载起来。这边要注意一下，在 P1 环境下，磁碟机代号可能会跟你在 Windows 里面看到的不一样哦，所以你要自己确认一下 VHD 档案现在在哪的槽。像我们这个例子，它就跑到1槽去了。这就是我们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道魔法指令 BCD boot。我简单解释一下，这行指令的意思是把我们刚刚挂载好的 VHD 里面的 Windows 开机档案，也就是 F 槽，复制到我们 P1 随身碟的系统分割区，也就是 D 槽，然后帮它建立 UEFI 开机选项。这一步就是雀巢鸠占的点睛之笔，所以磁碟机代号千万不能搞错哦。搞定！就是这么简单，你已经成功打造出一个专属于你的、可以随身带着走的 Windows 工作站了。现在你只要重新开机，就可以直接用这只随身碟进入一个完整的 Windows 系统，而且还可以拿到任何一台支援 UEFI 的电脑上用，是不是超酷的耶？那你准备好要带它去哪里冒险了呢？